大家好，歡迎收看謝飛觀察，我是謝飛，帶你穿透表面新聞，看懂全球格局背後的實力博弈與利益算計。今天我們聊的是已經陷入這個實質性停滯讓莫斯科呢感到焦慮的烏俄戰場。這不僅是一場這個領土的拉鋸，更是一場由技術代差和戰略耐心交織而成的一個降維打擊的大戲。很多人還以為說這俄軍呢依然靠着這個鋼鐵洪流在穩步的推進，但是現在呢，我們從這個戰爭研究所披露的底層數據來看，俄軍呢在2025年的夏季開啟的這個高強度的攻勢已經呢是徹底踢到了鐵板上了。那麼到了這個2026年的4月，俄軍的領土收益的曲線不僅歸零，甚至出現了每日淨損失近4萬甚至出現了每天净損失近4平方公里的一个詭異的逆轉。這件事兒已經不是誰多占幾個村莊，而是傳統的消耗戰邏輯徹底失效了。那這背後是烏克蘭祭出的一個堪稱戰場教科書級別的一個3把利刃呢。第一個就是通訊鏈路的一個斷捨離。怎麼說呢？這個26年初隨着烏方與 SpaceX 呢達成一個硬封鎖的協議，俄軍原本賴以生存的這個非法星鏈這個終端瞬間就變磚了。那麼這就意味着什麼呢？就是前線連長看着這個漆黑的屏幕，指揮鏈瞬間斷裂，而頭頂上這個烏軍的無人機群也正等着這一刻。第二個就是無人機工業的一個井噴式的反超。烏克蘭呢不再是只依賴這種昂貴的西式導彈，而是靠着全產業鏈靠這個全產業供應鏈生產的大黃蜂和吸血鬼無人機，對俄軍後方1500公里的補給線實施了這種全天候高精度的動態封鎖。那麼現在這個局面呢，就是俄軍的坦克還在，但是油箱是空的，炮管呢沒壞，但是炮彈它運不上來了。而這件事兒呢，最讓華盛頓和基輔呢產生這個裂痕的是關於頓涅茨克的一個預期管理。因為這個特朗普政府呢試圖提出一份這個以領土換和平這麼一個方案嘛，要求烏克蘭你割讓頓涅茨克西北部的這個戰略的重鎮。但是呢，澤連斯基的這個策略非常明確，就是硬剛。那麼看懂了這個地理邏輯，您就懂了基輔的底氣。那4座重鎮呢是經營了11年的地下要塞是烏東防禦的一個基石。那麼割讓這裡無異於簽署了一份慢性自殺的契約。更讓觀察家們感到這個震驚的是，這個烏克蘭正在實施一場去美國化的一個戰略的大轉型。那麼面對呢華盛頓的不確定的一個安全承諾呢，基輔迅速轉向歐洲，背靠歐盟900億歐元的一個長期的輸血與德英法深度綁定這個軍工產業。那這就意味着，即使呢美國現在撤活，烏克蘭呢依然有底氣與這個俄羅斯耗到底了。所以最後誰能耗過誰，真不一定。所以2026年的這個烏俄局勢本質上是一場陳舊軍事效能與現代化智能戰爭的一個對撞。俄羅斯所謂的最終勝利，正逐漸的縮減為克里姆林宮宣傳文案裡的虛構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謝飛觀察的一個全部內容了。國際博弈實力說了算，觀點呢僅做參考，歡迎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我是謝飛，我們下期再見。